枪声响起，但是子弹却不是从铃木永泰的枪口之中射出来的。这个特务头子的身体狠狠一颤，陡然僵直，他唯一能睁开的那一只眼睛瞬间瞪圆了，因为一发子弹从坡上射来，直接钻进了他的后脑勺。苏无忌此刻距离他们还有50米，人跃到空中，拔出了腰间的手枪，完成了精准射击。在此之前，岳冰凌真的以为自己死定了。至于当时心中有没有遗憾，他根本没多想。只是在铃木永泰对着自己举枪的时候，岳冰凌仍旧睁着眼睛，冷静地直视着对方。这女人的神经之坚韧，简直远超正常人。苏无忌终于冲到了跟前，他重重捏着岳冰凌的下巴，看着对方快要合上的眼皮，大声喊道：清醒点，这时候不要睡。要不是看对方半边脸都是鲜血，苏无忌这时候非得往这冷艳的脸上抽上几耳光不可。不过岳冰凌此刻脸上的血迹着实是有些骇人。苏无忌仔细地查看了一下出血位置，长出了一口气，还好，应该只是眉骨撞破了。苏副组长。岳冰凌居然还能继续开口说话，他仍旧靠着强大的意志力，抵抗着脑海之中的强烈眩晕感，支撑着自己不要晕倒。看着面前那张模糊又年轻的脸，岳冰凌断断续续地说道：你的脸破了，流了很多血。苏无忌没好气地说道：你还是关心关心你自己吧。他觉得自己的头有点疼，顺手摸了一把，才发现入手都是黏糊糊的鲜血。本来在前2次被山石绊倒的时候，苏无忌轻微划伤了脸，磕到了脑袋。在肾上腺素的加持之下，当时不觉得有什么，现在也没有多疼，就是血流的多了一点。出血的伤口就位于发际线的位置。苏无忌没有理会这点伤，而是折了几根粗点的树枝，蹲在岳冰凌旁边说道：你的胳膊和脚踝都骨折了，我给你固定一下，你忍着点。随后他从那已经被划烂了的外套上撕下了几根布条，开始缠在岳冰凌的胳膊和腿上。这种固定骨骼的疼痛就像是打了一针内啡肽和多巴胺的混合物，把岳冰凌从昏迷边缘拉了回来，让他又清醒了一些。你走啊！苏无忌小心翼翼地把岳冰凌背了起来。看着那么瘦还挺沉呢。苏无忌没好气地说道：在我开枪之后，你明明可以开车撞山或者跳车逃跑，为什么非得选一个最差劲的方法？岳冰凌趴在苏无忌的后背上，有些艰难地说道：他是铃木永泰，东洋的特务头子。这样啊，那这货别诈尸了。苏无忌单手掏出枪来，对着铃木永泰的尸体扣下扳机，直接清空了弹匣。这位次长的胸口被打得血肉模糊。来接我和岳处长。苏无忌说完，才发现通讯器不知道什么时候摔掉了。算了，背你多走一段路吧。苏无忌继续小心地下坡，他尽量放缓步伐，保持平稳，以防背上的女人被颠得疼。然而岳冰凌并没有把所有的重量都压在苏无忌的后背上，他在用那条没断的胳膊撑着身子，好像尽量避免胸口和对方亲密接触。都什么时候了，还搞男女授受不亲那一套？你也不算多大，顶多是中规中矩，比你大的我可见得多了。至于跟防狼一样吗？苏无忌没好气地说道。这种话要是平时被岳冰凌听见，肯定直接冷脸走人。可这次他居然解释了一句：我的肋骨好像被方向盘撞断了几根，贴在你后背上太疼，
呵呵，看你娇气的样子，忍着点不行吗？苏无忌说着，把月冰灵轻轻地放下来，改成了公主抱，嘴上不客气，动作很小心，这样好多了。月冰灵靠在苏无忌的臂弯，脑袋放在他的肩膀上。他看着这个青年那近在咫尺又染满了鲜血的侧脸，一股很少体会到的安心感从心底涌了出来。不过月冰灵的眼皮越来越沉，我想睡一会儿，谢谢。罕见的道了一声谢之后，月冰灵闭上了眼睛，和对方聊了这一会儿。苏无忌确认这女人不会睡着了就醒不过来，也就让对方继续睡了。又走了10几分钟，苏无忌走到了山坡的平缓地带，终于听见了直升机的声音。他对着天空招了招手，直升机降低了高度，距离地面还有好几米，行动组成员便纷纷跳了下来。看到苏无忌和月冰灵皆是满脸鲜血，一个个皆是心脏紧绷。不过终归是都还活着了。苏无忌拒绝了其他人的帮忙，不用换人抬了，我来把他送上飞机就行。对了，那个死者尸体记得带回去，据说是东洋的特务头子。随后他抱着月冰灵爬上了机舱，机舱里已经腾出了一个3人位，让月冰灵躺下。苏无忌直接靠在角落坐着，折腾了1天1夜没合眼，他也觉得稍微有点疲惫，并没有多少击毙东洋特务头子的欣喜感。直升机晃荡着，困意终于涌上来，苏无忌靠着机舱壁，一闭眼睛便直接睡了过去。看到副组长突然头一歪，其他几个行动组成员都是心脏突突一跳，他们差点没被苏无忌的这个动作给当场吓出心脏病。还好，下一秒苏无忌就传出了轻微的鼾声。调查局的直升机直接飞进了首都军区总院，担架推车已经等在顶楼停机坪旁边，2个满脸是血的人被抬了出来。苏无忌倒是想自己走下来，可是周围的组员们死活不愿意。宋鹤鸣就跟在旁边，确认了一下苏无忌和月冰灵的外伤情况，忍不住地摇了摇头。这2人怎么伤得这么重？宋鹤鸣又仔细查看了一下月冰灵的面部伤势，还好只是眉骨，你要是撞坏了眼睛什么的，我怎么交代？随后他看了看苏无忌，觉得有点庆幸，这个小祖宗幸好也还活着，不然自己可以收拾东西跑路了。我没事，老宋。苏无忌说道。宋鹤鸣沉声道：你有事没事，你说了不算，听医生的。等2人全部被推进手术室，宋鹤鸣才把手下叫了进来。到底怎么回事？他狠狠皱着眉头。按理说，这种情报不对等的清理突袭行动都是稳操胜券的，怎么落得个行动组长差点挂掉的程度？那几名行动组成员皆是说道：宋局，幸亏这次有苏副组长加入了，不然咱们可能没有一个人能活着回来。什么？宋鹤鸣更加不理解了，不过他到底是经验丰富，几秒钟后便反应了过来。难道这是个圈套？是的。一名组员便把今天发生的事情讲了一遍。幸好苏无忌决定坐运输机去，这多争取来的半个小时，救了整个行动组。哦，宋鹤鸣说道。调查局行动组的每一个人都是优中选优的超级精兵，损失一个都够宋鹤鸣肉疼的。要是全军覆没，他可以直接辞职了。看来这次东洋特工里有高手，这一手将计就计，玩得还真是漂亮。宋鹤鸣的眼神里尽是冷意。对了，宋局，
一名组员深吸了一口气。我们已经确认过了，那个被苏副组长打死的东洋人是铃木永泰，是东洋内阁情报调查室的次长。饶是宋鹤鸣久经沙场，此刻也是控制不住的把声音提高了8度。你说什么？铃木永泰？苏无忌脸上的血迹看着吓人，其实伤势一点不重，记忆和思维方面更是没有出现任何的问题，只是为了止血，脑袋上不得不缝了10几针。依着这货的自恋性格，为了不留疤，事后肯定还得用刀挑开，重新撒药粉。岳冰凌的眉骨也缝了针，胳膊和脚踝用夹板和石膏固定，也是幸好只是骨裂，不需要手术植入钢钉钢板。不过他的肋骨撞断了5根，等好好静养一段时间了。出了手术室，岳冰凌还没彻底清醒，便被一台救护车转送走了。在伤势没痊愈之前，他已经上不了班了。岳国泰便干脆把女儿接回家里休养。苏无忌百无聊赖地躺在军区总院的单人病房里。这时候病房门开了，穆千羽进来了，看着苏无忌的脑袋上还缠着纱布，他的眼睛明显有些红了。怎么缠了那么大一块纱布？他的眼里金光闪动。是不是很疼？害家常便饭罢了。苏无忌说道。不小心磕的真没事儿，要不是这模样太丑，我现在就出院了。太危险了，你以后能不能不要替国安和调查局干活了？穆千羽忍不住地说道。嗨，我要不帮他们干活，那可就天天在酒吧里左拥右抱，醉生梦死了。苏无忌笑道。那我宁愿你左拥右抱，总比现在强。穆千羽坐在床边，关切地问道。想吃水果吗？有没有想吃的饭菜？我让助理去买。苏无忌笑道。脑子发沉，倒是想喝一杯咖啡。砰！病房门被撞开，白旭阳和秦桂林俩人抬着一台大号咖啡机，好不容易才挤进了门来。我操，你们俩至于吗？苏无忌没好气地说道。想喝咖啡的时候叫个外卖不就行了？秦桂林说道。这都得赖白旭阳，他非要给搬过来，这么重累死我了。白旭阳说道。外卖的味道哪能跟现磨的比？苏无忌。我喝不出来区别。白旭阳说道。我也听说了一些你的惊险经历，真他妈的牛逼。反正你回来就好，等你出了院咱们再喝酒去。苏无忌一脸嫌弃。我对于和男人喝酒不感兴趣。白旭阳和秦桂林都和穆千羽有点过节，后者仍旧坐在床边，也没有起身打招呼。而这个时候，病房门再度被打开，江晚星风火火地走了进来。无忌听说你受了伤，你说说你非要英雄救美，你们都在。紧接着，他和穆千羽的眼神碰撞在了一起。千羽也在呢。江晚星在愣了2秒钟之后笑了笑，从极为担忧的表情到瞬间挤出笑容，任谁都能看出来，江少校已经尽力在做表情管理了。虽然他俩表面上的关系还算过得去，可江晚星发现今天自己来的比穆千羽稍晚了一些，这让他心里有点微微的不爽。穆千羽站起身来，拉着江晚星的手腕。晚星姐，快坐。哦，好。本来江晚星憋了一肚子话想跟苏无忌讲，可是此刻穆千羽也在场，让擅长打直球的蜜桃少校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了。倒是穆千羽落落大方地说道。晚星姐，你是要来跟无忌聊任务的吗？如果不方便我听的话，我就先回避一下。
江晚星其实很想说行啊，要不你回避一下，可是话到了嘴边又变成了没什么，我来看看他伤得重不重，活着就行。说完他就后悔了。苏无忌说道：嗨，就脑门上被磕了个小口子，当时那个坡有点陡，我冲得太快就摔了个跟头。穆千羽看着那伤口的位置，心有余悸地说道：还好没磕到眼睛。的确，以这能把脑门磕出个口子的力度来说，要是撞到眼睛上，现在的苏小处就变成苏小虾了。苏无忌顺口接了一句：幸好没撞到更关键的地方。穆千羽一下子听懂了，抿了抿嘴，似乎有些后怕。那确实是万幸。江晚星则是没好气地说道：我看磕到那里才好，免得你下次再连命都不要的去英雄救美。他这语气里是真的替苏无忌着急。白旭阳在一边快酸死了，这世界对单身舔狗太不友好了。苏无忌说道：这个岳冰凌真是个女疯子，我都觉得她的脑子是不是坏掉了，为了搞死那个东洋的特务头子，居然拼着自己的命都不要了，直接把车开下悬崖，这是正常人能干出来的事情吗？江晚星呵呵一笑说道：人家岳格格有原则有觉悟，三观正，你是不是就喜欢这样的类型？这么直接的问题让穆千羽微微坐直了身体，聚精会神地聆听。我喜欢个屁啊！苏无忌没好气地说道：你们是没见过那女人冷得跟一根冰棍一样，她这样的性格也就适合生活在战争年代，不然跟她一起干活简直能被拖累死。江晚星笑着顺口问道：是不是跟我一起干活更舒服？那是。苏无忌深以为然。岳处长可远没有江少校更善解人意。这还差不多，算你有良心。江晚星的笑眼弯弯，穆千羽的表情则是稍稍凝固了一下。毕竟这是他完全不擅长的领域，而江晚星和苏无忌在这方面却有着数不清的共同语言。在几人聊天的时候，白旭阳站起身，默默地装好咖啡机，给江晚星做了一杯咖啡。他还专门学过打奶泡和拉花，愣是在这杯拿铁里用奶泡搞出了一个星星的图案。晚星，先给你一杯。白旭阳把咖啡端到江晚星的面前。我喝这玩意干啥？江晚星都没看白旭阳，拿起杯子直接递给了苏无忌。来，病号先喝。看着自己精心做的星形拉花被女神送给了苏无忌，还被后者撅起嘴唇吸溜进了嘴里，白大少的表情顿时像是变密了一样。苏无忌说道：这咖啡味道不错，白旭阳你再给千羽和晚星做2杯。白旭阳：好吧。秦桂林觉得这场面太过于虐待舔狗，在心中替好兄弟没了个哀，便干脆出去抽烟了。白旭阳做好了咖啡，先给了穆千羽，说道：穆小姐，你是无忌的好朋友，就是我的好朋友，咱们就此正式化干戈为玉帛吧。其实了解白旭阳性格的那些大院子弟们都知道，他能这么主动低头确实很少见了。穆千羽接过了咖啡杯，轻轻一笑：好，我也是这样想的，谢谢白大少的善意。嗨，以后就是自己人了，直接喊我白旭阳就行。白旭阳一摆手：在首都遇到了麻烦，尽管找我。江晚星见状给了个评价：挺好，老大不小的，总算成熟点了。白旭阳的心情变得极好，忍不住地说道：晚星，你真是难得夸我一次。苏无忌斜眼看了看他：你没搞错吧？这叫夸。白旭阳：当然是夸奖了。
江晚星把咖啡一口干掉，打断了白旭阳的话，对苏无忌说道：我还有案子要上，让千羽陪你多聊聊。他主动让了一步，穆千羽却也站起来说道：看到无忌没事，我也得走了，下午公司还有事。婉星姐，我和你一起下楼。行，那一起。江晚星抿嘴一笑，瞬间觉得心头轻松了一些。自己虽然提前走，主动退了一步，可是一想到苏无忌和穆千羽可能在病房里过二人世界，他的心头就怪怪的。还好穆千羽很懂事，瞬间读懂了他的意思。等这两个女人离开，苏无忌长出了一口气。大家互相谦让，这后宫不，这世界才能更和谐吗？白旭阳则是坐到了苏无忌的床边，问道：无忌，你知不知道首都有个很优秀的女人叫白木歌？苏无忌连眼睛都没抬。没听过你姘头。白旭阳：是我姐亲的。苏无忌都没看他，随口说道：哦，看你这模样，你姐肯定长得不错。我姐超级漂亮的好吧，她能力强得要命，现在单身未婚。白旭阳把手机屏幕放到苏无忌的面前，你看看，这就是她的照片。苏无忌看了一眼，然后呢？我觉得你们正合适。白旭阳稍稍压低了声音说道：我正在做我爸妈的思想工作，如果能说动他们，那么你这一桩婚事就算是成了。刚刚江晚星在场的时候，他愣是没敢开口提这件事，生怕自己被江少校提起来丢楼下去。白旭阳，你的智商还在线吗？苏无忌没好气地说道：我的婚事我怎么不知道？白旭阳继续鼓动：当我姐夫不香吗？苏无忌：那行吧，我总得考察考察你姐。白旭阳眼睛一亮，觉得有戏。你想怎么考察？这样吧，让你姐来我酒吧的后厨刷1个月的盘子，如果够贤惠的话，我可以勉为其难地考虑考虑你的这个话题。白旭阳：我操，你就不能提个别的要求吗？苏无忌：半个月不能再少了。苏无忌拿过手机放大看了看白木哥的手，说道：这手指长得这么漂亮，真的很适合刷碗啊。白旭阳觉得自己的脑子被驴踢了。而这个时候，一个高大的身影走了进来，是姗姗来迟的小庞。苏无忌咧嘴一笑：小庞，你来的时间正好，给你涨工资。要是小庞早来几分钟的话，正好撞见穆千羽和江晚星同时在场。以小庞的奇葩脑回路，还不知道得说出什么奇葩的话来，肯定把两个女人都给得罪了，完美避开。小庞一脸懵：这就涨工资了？苏无忌笑道：你老板我就是这么大方。小庞说道：老板，我刚刚在1楼看到了老板娘和江少校。苏无忌的心一下子警惕了起来。然后呢，你跟他们说什么了吗？他们有什么表现？小庞：我喊了穆小姐一声老板娘，江少校的表情有些不自然，穆小姐笑得很开心。可以呀，小庞还学会察言观色了。苏无忌夸了小庞一句，随后才后知后觉地一拍大腿，愤愤道：你这个笨蛋，以后江晚星在场的时候不要喊穆千羽老板娘。那喊江少校老板娘？小庞问道。谁都不要喊，表面上必须1碗水端平，雨露均沾。苏无忌没好气地说道。对了，你们还说什么了？小庞：穆小姐还说让我跟她保持通话，她想听听老板对这事是什么评价。苏无忌顿时脸色大变。你现在还一直打着电话的？小庞拿出手机。是啊。
这何止是一直打着电话，甚至是一直开着免提。电话里传来了穆千羽的一声轻哼：“苏老板吃着碗里的，看着锅里的，好潇洒啊。”苏无忌底气不足，讪讪一笑：“你看你这话说的，碗里的我也没吃上啊。”江晚星的声音也通过免提传了过来：“呵呵，雨露均沾，真是渣男。”只是他的声音里多少带点笑意，和穆千羽的不爽形成了鲜明对比。这两个女人才见面多久，彼此的心情都不知道翻转多少次了。误会都是误会。苏无忌觉得脑袋都大了，强行解释了一句，立刻躺在床上。那啥，我现在有点困，先睡一会儿。和应对这几个女人相比，还是去抓东洋间谍更简单。小庞对着电话说道：“穆小姐，老板要装睡。”苏无忌抓狂地喊道：“哪得小庞刚刚给你涨的工资给我扣回去，立刻！”白旭阳在一旁暗爽不已，秦桂玲也笑得肚子疼。后者拍了拍小庞的肩膀：“哥们，如果哪天无忌把你开除了，你一定要来找我。”小庞：“我不给傻屌工作。”秦桂玲的眉头一挑：“哼，小庞你说啥？”小庞很认真地说道：“老板原话说，白旭阳的脑子还可以，智商比平均水平略高一点，只是偶尔会智商掉线。但是秦桂林是个100%的傻屌，会传染人的那种。”白旭阳哈哈大笑，而秦桂林的脸色则像是吃屎噎着了一样。苏无忌直接用被子盖住脸：“小庞，我就不该让你来。”不过这时候病房门又被推开了，一个穿着西装的男人出现在了门口。岳童宇来了。白旭阳打了个招呼：“岳哥。”秦桂玲也说道：“童宇哥啊。”岳童宇笑了笑：“你们都在呢，早就听说你们关系不错。”苏无忌的脑袋从被子里露出来，说道：“你不是在宁海吗？大老远的跑来首都看我？”“不止，还回来看我妹妹。”岳童宇摇头一叹：“她受伤不轻，死里逃生，对她来说也算是个教训吧。”苏无忌说道：“你那个好妹妹不要命，差点连我也拖累了，这性子可不行，和你这虚伪的性格一点也不像。”岳童宇：“你丫的！”他忍了忍，说道：“我都听说了，没有你，他肯定就没法活着回来了。我这次来也是代表我父母对你表示感谢。”白旭阳的眼睛又是一亮：“岳哥，这可是救命之恩，你们岳家只是打算口头谢谢就算了。”岳童宇一愣：“当然不是。”他怎么觉得白旭阳明显有点激动？白旭阳一拍大腿：“岳冰凌还是单身吧，我要是岳冰凌，为了感谢救命之恩，肯定得对无忌以身相许。岳伯伯一定会同意这门亲事的，你们全家肯定也不是无情无义的人，对不对？”好家伙，到了白旭阳的嘴里，不把岳冰凌嫁给苏无忌，就成了无情无义。白旭阳，你今天是不是有病？苏无忌没好气地说道：“非得给我介绍个对象是不是？”没想到岳童宇居然仔细地思考了一下，他的态度看起来没有一点反对的意思，笑着说道：“虽然旭阳这逻辑有点怪，但我倒是觉得这提议是个好主意。”可不是吗？这苏无忌要是变成了自己的妹夫，可不就没人跟自己竞争龙亲和了吗？白旭阳一打响指：“英雄所见略同，那你快跟岳伯伯提一提这事儿。”岳童宇说道：“没用，
以我妹妹那个固执性子，这种事儿只能尊重她的意见。可她现在对谈恋爱完全没有任何兴趣。白旭阳连忙说道：这还不简单，就让你妹妹跟无忌多接触接触啊。如果两人吃饭睡觉都在一起，还怕不发生点什么事？秦桂玲从旁附和道：对，那个词叫什么来着？日久生情。岳童宇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道：行，等冰凌的伤好了，我就把他送到灵州去。白旭阳已经急不可耐了：我现在就可以开车送他去。你们两个蠢货，快点闭嘴吧！苏无忌冷眼旁观这两人的表演。我怕岳冰凌那寒气逼人的样子，会严重影响我酒吧的生意。这女人身上这么重的寒气，苏无忌都不知道是从哪里散发出来的。这和萧英磊身上的香味一样，都是个未解之谜。岳童宇看了看白旭阳和秦桂玲：两位能不能先出去一下？我有点话想要私下里跟无忌聊聊。白旭阳倒也识趣，他说道：那我们就先回去了。岳哥，你记得把你妹妹的终身大事早点定了。小庞也去门口等着了。等他们走了之后，岳童宇说道：我听说这次事情牵扯很大，周志远最后彻底交代，从临海到首都，有好几个厅局级官员都被调查局带走了。苏无忌说道：那他们纯粹是咎由自取。不过你来找我，就是为了说这种用脚趾头都能猜出来的事儿。对了，岳童宇笑了笑说道：托你的福，我要成为东兴汽车华夏区总裁了。东兴汽车居然潜伏着东洋间谍和东洋黑帮的高层，这让宁海的行政大佬们震怒不已，当即决定用强制手段介入，彻底改革这家合资公司。东洋人不许再担任合资公司的领导职位，各部门负责人全部换成华夏人。而由于岳童宇在抓捕间谍过程中的靠谱表现，赢得了不少华夏员工的人心，这也让他毫无意义地成为了总裁的唯一候选人。如果他当时骨头软，在执法现场倒向东洋人，那么就会是另外一个结果了。所以呢？苏无忌说道：你准备送我一台东兴汽车啊？这车是马路三大妈动力弱的要命，我可看不上啊。车当然可以送，但是更想把妹妹送给你，让你同化一下，改改她的性子。岳童宇很认真地看着苏无忌，说真的，白旭阳刚刚的提议，你考虑考虑。你妹妹就不是个正常人。苏无忌说道：你可别害我了。冰凌做任何事情都太追求目标的极致化了。岳童宇说道：说好听的叫坚定不移，说不好听的叫顽固不化。以往岳童宇对这个妹妹可没什么好办法，可是苏无忌这么横空出世，他忽然觉得这事儿有点可操作的空间了。苏无忌咧嘴一笑：有哄你妹妹的功夫，我去哄一哄龙清河不更香吗？他也觉得自己的脑子被驴踢了。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。岳童宇忍了忍，又说道：是我爸和宋鹤鸣聊天，我不小心听到的。臭不要脸，偷听就偷听呗，还说不小心听见的。苏无忌撇撇嘴。岳童宇笑了笑：老弟，你以后可得当心一些，东洋情报部门已经彻底标记上你了，调查局又抓了2个潜伏间谍，据这2人交代，他们接到了最后一个命令，就是挖出你的一切，然后不择手段地进行暗杀。苏无忌耸了耸肩，笑道：那好啊，我可求之不得，不管来多少都让他们留在华夏。
顿了顿，苏无忌的眼睛里浮现出了玩味之色。或者我去东阳本土找他们也行。岳彤宇一听这话，立刻说道：你这想法有点刺激，如果冰凌是你的指挥官，肯定会阻止你干出这么疯狂的事情。行了，要是没什么事，你就先走吧。苏无忌说道：我睡一会儿就出院了。你不再多住2天？岳彤宇问道：这点小伤还住院，传出去不够让人笑话的。苏无忌说道。然而等岳彤宇拉开了门，却猛然一愣，一个头上缠着绷带坐着轮椅的女人就在病房门口。冰凌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岳彤宇惊讶地问道：在你后面到的。岳冰凌淡淡地回了老哥一句，随后说道：理解，推我进去。身后的大姐便把岳冰凌推进了病房，随后便先退出来了。你这不是胡闹吗？岳彤宇没好气地说道：受了这么重的伤，不好好在家休息，大老远的跑过来做什么？岳冰凌，你出去，我有话跟苏副组长说。即便对自己的哥哥，他也是毫不客气。岳彤宇皱眉说道：谁送你来的？谁给你开的车？我非得把这司机开除了不可。我开的车，你开除我吧。一道沉稳的声音响起来，居然是宋鹤鸣。岳彤宇立刻换了一副表情：宋叔叔，我也不知道是你呀，冰凌这事儿。你这好妹妹给我打电话，非要过来看看，你家里其他司机都不敢接这个活，只能我来了。宋鹤鸣说道。不过他的心情看起来还不错，主动把病房门关上，随后在走廊的长椅上坐下来。宋鹤鸣抽出了一根烟，刚放到嘴上，才想起这里是医院，于是又把烟塞了回去。岳彤宇忍不住了，低声问道：宋叔叔，我妹妹到底来干什么？以她的性子，不会来和苏无忌掰扯那天行动指挥里出现的分歧。宋鹤鸣扭头看了一眼病房门，笑了笑：不一定是坏事，说不定这就是冰凌改变的契机。病房里，苏无忌真的是一个头两个大了。他很不喜欢岳冰凌的冰冷性子，更不想这样和他单独相处，感觉自己要被冻成一根大冰棍和一根小冰棍。我觉得你哥哥说的对，受了这么重的伤，为什么不在家好好休息？苏无忌没好气地说道：我也要休息的好不好？你这样很打扰我。岳冰凌的气血不太足，声音有些气弱，但仍旧是那一股子冰冰冷冷的语调。我在清醒之后还没跟你当面道谢。苏无忌呵呵一笑：不需要道谢，我们也就是萍水相逢，说不定以后都没有再见面的机会。要是白旭阳在这里听到了这句话，8成的急得跳脚。谢谢。岳冰凌直视着苏无忌说道。苏无忌顿感无力：我都让你不要道歉了，合着我说我的，你说你的，咱俩的交流能不能对得上？岳冰凌又说道：抱歉。他这么破天荒的道歉，让苏无忌一下子有点受宠若惊的感觉了。其实这个时候的岳冰凌处于伤势未愈的状态下，起码表面上已经没有了平日里的咄咄逼人。他静静地坐在轮椅上，阳光透过窗户洒在他的身上，看起来颇有美感。只是那虚弱的状态让他高挑纤瘦的身形显得有些许的单薄。岳冰凌的面色明显苍白，嘴唇也微微泛白，有些许的干裂起皮，眼睛里有着藏不住的虚弱与疲惫，反而惹人垂怜。与平日里那个说一不二的干练处长相比，此刻的岳冰凌就像是秋日里的一株兽尾。
看到他这样子，还要坚持过来道谢，苏无忌摇了摇头。算了，你人不错，就是固执了点。我和你也不是敌人。我复盘之后，产生了一些自我怀疑。岳冰凌说道，所以有些专业的问题想要问问你。其实回去之后，他确实没怎么睡着，一直在复盘昨天的行动，所以此刻的精神状态才会那么差。苏无忌简直无语了。大姐，你能不能回去好好休息休息？都伤成什么样子了，你还要复盘战斗？我的战术太落后了。岳冰凌说道，这不该是一名指挥官该犯的错误。如果没有你，行动组会全军覆没，我也没有和你在这里对话的机会。岳冰凌的逻辑也很简单，我这次的复盘只是为了下次的胜利。看到他这么较真的模样，苏无忌叹了一声，但心里多少也有些触动。你很不错啊，只是给你设局的是东洋的特务头子。苏无忌说道，那个铃木永泰当间谍的时间比你的年纪都要大，输给他也没什么的。换句话说，整个华夏的特工能有几个稳胜过他的？老宋亲自上阵都不一定能行。岳冰凌，这是个事实，但不能说服我。苏无忌，因为我赢了他？不，因为我是行动组长，不可以认为失败是理所应当的事情，任何理由都不行。在临场的战术应对上，岳冰凌从苏无忌的身上看到了巨大的差距。他知道，那些差距是自己穷尽努力都无法弥补的。苏无忌，你的风格更适合做全面的战术规划，或者保护国家领导出行什么的。可在这种突击行动里，只要把你摸透了。岳冰凌，把我摸透了，然后呢？看到岳冰凌这么认真，苏无忌也准备多说几句。他接着道，但是兵无常势，水无常形，你的战术风格也是性格决定的，很难改变。在某些行动中，你可能是个好的领导者，但绝对不是一个好搭档。然而苏无忌却发现，岳冰凌像是想起了什么，眼睛的亮度似乎稍稍提升了一些。在刚刚进病房之前，我听到了你和岳童宇的聊天。岳冰凌直视着苏无忌的眼睛，如果你要去东洋，请一定要带上我，我会尝试变成一个好搭档。这病房的隔音其实并不好，外面走廊，宋鹤鸣和岳童宇都听见了岳冰凌的这句话。两人对视了一眼，岳童宇明显很震惊，随后对他的宋叔叔竖了个大拇指。毕竟在此之前，岳童宇在听到苏无忌要去东洋本土的时候，还说了一句，如果冰凌是你的指挥官，肯定会阻止你干出这么疯狂的事情。现在180度大转弯，去楼梯间抽根烟，憋得难受。宋鹤鸣说道，他其实是找个理由不再听墙根罢了。两人到了楼梯间，岳童宇从口袋里掏出了一盒金色的95至尊。你这烟对我来说可太超标了。宋鹤鸣淡淡说道。他把岳童宇的香烟推了回去，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了一盒白酱，抽出了2根。岳童宇知道他这个习惯，笑了笑。您这么大的领导。宋鹤鸣点燃，眯着眼睛抽了一口。当年在非洲的华人小卖部里，只能买到白酱和紫河红杉树，这么多年抽习惯了，就没再想着改变。我觉得当年的紫树比白酱更带劲儿，可惜这烟后来改了名字之后，就莫名不想抽了。岳童宇说道。宋鹤鸣笑了笑。是的，香烟不能瞎改，但你妹妹这次的改变是可喜的。他顺口把话题从香烟上拉了回来，显然对岳冰凌的改变非常满意。
宋叔叔，要不是亲耳听见，我真的难以想象，居然有一天能看到我妹妹愿意主动做出改变。岳童宇说道。她对苏无忌说出的那些话，简直让我觉得我的耳朵是不是坏掉了。平日里，岳冰凌不仅是在单位不好相处，在家里也是一样。不仅不听岳童宇这个哥哥的话，甚至连老爹那些更有高度的建议也是从来不听，让岳国泰为此头疼不已。这么一个超级大冰块，只要一回家，家里的体感温度就一定得下降好几度，亲爹亲妈靠近他都不舒服。宋鹤鸣淡淡道：人教人教不会，是教人一教就会。是的。岳童宇深以为然，他随后笑着问道：苏无忌这次立下大功，这小子的主动入局，帮助我们挖出了28名东洋间谍，在东环山击毙了24人，拯救整个行动组，还除掉了东洋最大的特务头子，让东洋在华夏的情报网彻底瘫痪，未来数年都不可能恢复，更别提他之前还打掉了东洋人口拐卖集团，这功劳可到顶了。宋鹤鸣摇了摇头，继续说道：说实话，我真的都没想到该给他什么奖励。我爸的意思呢？岳童宇问道。宋鹤鸣笑道：老领导说他实在给不了苏无忌什么，要不把女儿嫁给他吧。两人一起笑起来。此时病房中，苏无忌瞪圆了眼睛：岳处长，你可别开玩笑，我去东洋就是随口一说瞎扯淡的。岳冰凌的表情很认真：但是你随口的一句话就打开了我的新思路，在这方面我需要向你学习。苏无忌实在是被这种执着的精神打败了，他叹了一声：先把伤养好再说，你这伤势没有小半年，根本别想好利索。你是我的副组长，我不会坐视东洋特工继续攻击你。岳冰凌说道：所以你说的对，与其坐等他们攻击，不如我们主动杀过去。话题怎么又绕回去了？还有那什么副组长就是临时的，行动一结束我也就卸任了。您老人家一定要抓紧忘了这事儿，放过我吧。苏无忌无奈地说道：我的行动组里只认你一个副组长。岳冰凌直直地看着苏无忌，眼神虽然疲惫，但却有着不容置疑的味道，补充了一句：以后也不会有第二个副组长。苏无忌觉得岳冰凌的固执劲头又上来了，他不得不换了个方向来拒绝。你这样对异性说话很容易引起男人的误会，我会以为你在追求我。岳冰凌，我不是在追求你。容易误会听不懂吗？苏无忌提高了嗓门：我知道我没有追求你，这就够了。至于别人会不会误会，我从来不在乎。岳冰凌说道。苏无忌一指病房门：你老人家跟我这个编外人员废什么话，听你说话我的脑袋都要炸。你头疼了吗？岳冰凌看了看苏无忌额头上的绷带，眸光微凝，抿了抿嘴，又说了一句：抱歉。苏无忌没搭理。岳冰凌并没有纠缠，他把李姐叫了进来，推轮椅。临出门前还是说了一句：等伤好了我就去林州找你，具体商量一下去东洋的事。苏无忌无力地瘫在床上。小庞站在门口目送岳冰凌出门，开口说道：老板娘慢走。虽然疑惑，但他没吭声。沉默不是默认，也不是懒得解释，而是他的心思根本不会放在这方面上。苏无忌下了床，黑着脸走到了小庞的面前。老板娘能乱喊吗？小庞：老板放心，如果穆小姐和江少校同时在场，我就不会这样称呼岳小姐了。你以为你进步了是不是？还会发散思维了你？苏无忌跳起来拍了小庞的后脑勺一下。
那个李姐正好推着月冰凌在走廊尽头拐弯，看到了这个场景，弯下腰在月冰凌耳边笑着说道：小姐，这个小伙子挺可爱的。月冰凌头都没回，淡淡说道：任何一个男人被别人用可爱来形容，那么一定是这个男人的行为举止很不成熟。这李姐也是在岳家服务多年了，她说道：小姐，可恰恰是这个不成熟的男人，宁愿自己受了伤，也救了您呀。岳冰凌沉默了半分钟，还是憋出了一句：两码事。李姐说道：他真的很好，比首都其他家族的继承人都要强。你说的不准确。岳冰凌的语气仍旧淡淡。从某些角度上来说，苏无忌比他们要强得多。李姐笑了，他和童宇也很投缘。其实岳冰凌并不知道，就在10分钟前，岳童宇往李姐的微信上发了5000块的红包，让她有空多在岳冰凌的耳边说一说苏无忌的好话。等宋鹤鸣一行人下了楼，苏无忌说道：小庞收拾东西送我回灵州，这首都全是神经病，我是一天都不想待了。是。小庞进了病房，看了一圈，随后说道：老板，没什么好收拾的。确实，苏无忌被从宁海抓过来的时候，什么个人物品都没带，那直接闪人。苏无忌又对着镜子看着自己脑袋上的绷带，忍不住地吐槽了一句：妈的，丑死了。老板，要不要给你买一顶帽子？小庞问道。苏无忌：不用，走护士站剩个口罩就行。小庞：可是口罩挡不住额头的绷带。苏无忌：挡住脸就行，谁知道是我？小庞：谢谢老板，学到了新知识。苏无忌：你记住，以后光着屁股从澡堂里跑出来，其他地方可以不挡着，但一定要先捂脸。好的。小庞又问道：可是老板，我为什么要光着从澡堂跑出来？一高一矮，两人一路扯淡地下了楼，这气氛倒也是分外和谐。等上了车，苏无忌才想起了一个关键人物，在医院里躺了一夜，差点把他给忘了。他拿出了手机，给叶璎珞打了个电话。昨天为什么叶璎珞会出现在东环山？苏无忌其实很不理解。如果说那个铃木永泰要挑自己身边的熟人下手的话，为什么会选择半生不熟的叶璎珞？电话很快被接通了。我已经安全了，叶璎珞说道。今天一整天都在调查局的酒店里，现在已经结束了问询，可以走了。苏无忌问道。调查局都问完了，这个铃木永泰为什么会找到你呢？周志远以前经常来尹轩会所吃饭，也许每次吃饭都是在和东洋间谍见面。当时尹轩被毁掉，是你救了我。叶璎珞说道。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，他们才找到了我。顿了顿，叶璎珞又补充了一句：或许这群东洋特工早就注意到我了，只是我还不自知。苏无忌觉得这个说法没什么问题。事实上，他本来就没有怀疑过叶璎珞的身份。昨天晚上在东环山见到他，本来也是一系列巧合之下才形成的。我今天要回灵州，你要不要跟我的车一起走？苏无忌问道。好。叶璎珞犹豫了一下，还是说道：那麻烦你了。喊我去接你。苏无忌说完便挂断了电话。他看了看正在开车的小庞，叮嘱道：对了，待会儿见到叶璎珞别再喊老板娘了，这个真没有成为老板娘的可能。小庞：真遗憾。
苏无忌到达北环温泉酒店的时候，叶璎珞已经等在了路边。她还穿着昨天的衣服，上面还有些脏污的痕迹，虽然素面朝天，却清雅好看。上了车之后，苏无忌说道：这次你有这样的遭遇都得怪我啊，认识我之后你连续倒霉了2次。叶璎珞的精神状态还可以，她笑了笑，起码这次能够免除后患了。不一定，说不定招来更凶狠的反扑。苏无忌摇了摇头，有些问题确实得早点解决。小庞看了看后视镜，说道：老板，有车子在跟着我们。有点意思。苏无忌说道：那就陪他们玩一玩。而叶璎珞的瞳孔却闪过了波动，心里稍稍有些紧张，因为这一刻他并不确定后面的车子究竟是在跟踪苏无忌，还是在跟踪他。小庞提速。苏无忌说道。小庞随即踩下了油门，从直行道的车流中挤出来，飙上了右转车道。后面的2台黑色大众迈腾也立刻随之变道，加速跟上，直接不演了。在首都的胆子还这么大，有点意思啊。苏无忌乐呵呵地打了个电话：宋局长，有2台车在跟踪我，是不是你们调查局涉外司的某些人在公报私仇？这货也是够欠的，直接先把一大盆脏水泼了过去，调查局那边还不得不来自证。宋鹤鸣的声音传来：你的位置是先案。苏无忌说道：北昌路快要上出城高速了。宋鹤鸣说道：别上高速，北昌路尽头左转，去首义开发区，调查局的人会去接应你。苏无忌咧嘴一笑：宋局长真给力，下次来首都还找你帮我撑场子。宋鹤鸣挂断了电话，而他正和岳家兄妹在同一台商务车上。岳童宇问道：宋叔叔，发生什么了？苏无忌被人盯上了。宋鹤鸣给手下人打了个电话：首义开发区出了点事情，你让人过去看看。岳童宇立刻说道：我们也去吧。宋鹤鸣说道：先把冰凌送回去。呵呵。然而岳冰凌根本没答话，而是打了个电话：苏副组长被跟踪，行动处全体集合，地点首义开发区。宋鹤鸣和岳童宇都注意到了岳冰凌的用词。这一次岳冰凌叫上的是整个行动处，而不是那天跟他去东环山执行任务的20多人的行动组。宋鹤鸣摇了摇头说道：倒也不用那么兴师动众，我已经安排内勤处去帮忙了。岳冰凌却很坚持：我们必须去。岳童宇很无奈：冰凌，你先回家养伤，我帮你去看看，行不行？宋鹤鸣直接对司机说道：小张，就听岳处长的，去首义开发区。虽然宋鹤鸣在调查局里说一不二，威严极重，但对老领导家的孩子一直都很有耐心。岳童宇没好气地看了妹妹一眼：没大没小，你这性子什么时候能改改？岳冰凌答非所问，冰冷的声音简直能冻死人：苏无忌是我的副组长，今天跟踪他的所有人，我都会一查到底。岳童宇：也没见你对我这个老哥这么上心过。宋鹤鸣笑了笑：童宇，这就是你不了解你妹妹了。今天即便不是苏无忌，换做任何一个调查局的同事，他都会出这个头的，是吧，冰凌？岳冰凌：不是。岳童宇憋着笑，憋得有些辛苦。他拿出了手机，又给李姐发了5000块的红包。李姐就坐在这台商务车的第3排呢。他拿着手机打字：大少爷，我不要红包了，大小姐这态度我觉得有戏。
岳童宇回复了一条消息：理解。你在冰凌的耳边继续吹风，要是她成功嫁了人，我就给你包个大红包。然而这时候岳冰凌又拿起了手机，继续布置命令。目前不清楚追踪者的身份，防止东洋间谍报复，行动处全副武装。宋鹤鸣当然觉得在首都地界内全副武装没什么必要，不过还是没插嘴，省得再被怼，有失局长威严。岳童宇扭头问了自己妹妹一句：你们行动处一共多少人？岳冰凌根本没理他。进入首义开发区，车流量明显少了一些，小庞的车速已经提高到了100，后面的2台车也是如此。减速不跟他们耗了。苏无忌说道。小庞拐了个弯，踩下了刹车。他不得不减速了，因为在道路尽头，2台半挂车正横着停在路口，把整条路全部都堵上了。而在这2台半挂车上，全部站满了人，双手结实背在后面。苏无忌咧嘴一笑，好不容易回一趟首都，这里的人真是够热情的。他看到这架势，就已经确定跟踪自己的不是东洋间谍。后面的2台大众也随之减速。紧接着，从道路的另外一端又驶过来几台黑色轿车，为首的赫然是一台宾利慕尚，而跟在后面的则是5台奔驰 S450。那2台半挂车上起码有100人，他们见到苏无忌的车子停下，便跳下了车，朝着这边走过来。他们的双手从背后拿出来，露出了钢管和棒球棍，甚至还有好几个家伙手里拿着螺纹钢。你在车上不要动。苏无忌对叶璎珞说道。那你们注意安全。叶璎珞这时候并没有逞强，跟着下车。跟踪者不是东洋人，这也让他稍微松了一口气。等苏无忌和小庞下了车，那台宾利也停了下来。后面5台奔驰 S 级的车门齐齐打开，从里面下来的全部都是身强力壮的黑色西装男，他们都是留着短发，统一配备着耳机通讯器，神情警惕。5台车，20个人。他们下了车之后，立刻围到了宾利的跟前，其中2人恭敬地拉开后排车门，还贴心地用手放在门框上，防止下车的人碰到头。小庞看到了这些人，说道：新兴安保公司的保镖。苏无忌诧异地看了小庞一眼，你这愣头愣脑的也能看出来是行星安保，他们又没有配备公司胸牌。航星安保公司在国内算是做得比较大的安保公司了，平时也会接一些涉外的安保业务。之前许江烟准备刺杀的那个卓思轩，就是重金聘请航星公司的安保作为保镖。小庞说道：国内的所有安保公司，只有航星的保镖会给雇主用手挡着车门框。这观察力居然还挺细致。苏无忌呵呵笑道：正因为雇主的体验好，所以他们的订单才多啊，你就不能多学着点？小庞：老板，你个子矮，想碰到头不容易的。苏无忌大怒：你放屁，我碰不到头？在你眼里我只有1.2米吗？这时候一道声音响起来：苏老板，欢迎来到首都啊。这声音里带着微微的嘲讽之意。从宾利后排下来了2个男人，一个身穿洋基队的棒球夹克，身高体壮，一看就是每天泡在健身房里的，那胸肌的规模快顶得上岳冰凌2倍了。另外一个则是身穿白色休闲装，脚蹬白色板鞋，个头也得1.85米，头发用发胶定型，整个人都显得很精致。
刚刚这出生者就是穿着棒球夹克的男人。苏无忌看了看，并不认识他们，于是说道：小庞，本老板来考考你，拿出你刚刚分析航星安保的水平来分析一下这两个人有什么共同点。小庞：都是男人。苏无忌忍了忍。还有吗？小庞：他们都比老板个头高。苏无忌跺了跺脚。马德，小庞，你不想要工资了？这时候，那两个男人在一众行星安保公司保镖的簇拥之下走到了跟前。他们看到了苏无忌气急败坏的模样，皆是露出了满意的微笑，觉得这次拦截很奏效。习惯了被高级保镖前呼后拥的他们，又哪里想得到苏无忌这么恼火，都是被自己的保镖给气的。你们是从哪里冒出来的？我认得你们吗？苏无忌没好气地问道。苏老板，自我介绍一下。那个身穿洋基队夹克的男人率先开口。鄙人魏高浪。然而他的话还没说完，小庞便说道：老板，他说自己是逼人。苏无忌：我听见了，这逼挺有意思。魏高浪忍了忍，冷笑道：苏老板，在我魏高浪和林公子面前争这一时嘴力很好玩了。旁边的精致男人说道：我叫林景泽，苏老板应该听说过我。苏无忌：没听过。林景泽也忍了忍，嘲讽一笑：那苏老板还真是有点孤陋寡闻呐，连首都的魏家和林家都不知道。这种小门小户的我没听说过还不行了。随后苏无忌戳了戳小庞：你听过吗？小庞说道：林锦泽，首都林家二少爷，洁身自好，父亲是邦林资本董事长魏高浪，首都魏家三公子，平时爱好健身、钓鱼、把妹，有2个私生子，2个孩子的妈妈都是健身房的女教练。魏高浪的嘴角抽了抽，脸色明显有些发黑了。倒是林景泽没有被小庞说出什么缺点，面色还挺轻松。苏无忌瞪圆了眼睛：我操，小庞，你真的给我一个好大的惊喜啊！小庞：最近肖经理每天都让我背这些东西。苏无忌打了个响指：回去给肖英磊涨工资。小庞：这些资料都是朴警官给他的。苏无忌：没区别，他们都是我背后的女人。看到这主仆二人在旁若无人的聊天，魏高浪的脸上全是怒气。他有种被轻视的感觉，忍不住喊了一声：苏无忌，不想知道我们来找你是做什么的吗？苏无忌：所以你们俩这么兴师动众的来找我，是干什么来的？林景泽说道：我们知道你是穆千羽的好朋友，开着重卡冲进穆家老宅，帮助穆千羽拿到了铃木保险和铃木银行。这句话里面有着逻辑错误，但苏无忌也懒得纠正。他说道：所以呢？我们知道铃木银行想要把分行开进首都，方景阳去找你们谈条件，被拒绝了。苏无忌淡淡道：方景阳就是个说客，只是替某些人来传话的。方景阳办事不力，这件事情他已经不再参与了。林景泽指了指自己的胸口：而我和魏少爷同样也是来替大佬们传话的。苏无忌一摊手：行，你说吧，我听着。林景泽说道：请苏老板现在就转告穆千羽，今天把1亿资金打到邦林资本的账户上，作为你离开首都的赎金，再接下来1星期内补齐剩余39亿。苏无忌冷笑：方景阳来找我的时候说的还是30亿，怎么到你们这儿就涨了10亿？林景泽嘲讽道：这次机会要是把握不住，下次就会变成50亿了。
魏高浪冷笑着问道：你好好表现，不然还真离不开首都了。我带来了这么多人，不把你打死打残走是可以的吧？苏无忌对着自己的手机说了一句：魏老宋，你都听见了吧？